要不要出口杯？比赛有谁？很多厉害的呢。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体。在这球场，我们说同一种语言。棒球让梦想无碍，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现在要来看到的就是我们多元组的季军赛哦，要由我们的身障黑队、身障蓝队来出赛哦。那我们这场比赛相当开心，是邀请到我们洛乙战斗机棒球队的成员，同时也是棒球专栏作家陈志强来担任球评，还有我林志以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来为大家服务。球评你好，大家好，季如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乙队的陈志强。对，这志强哥相当不容易。其实前面比赛如果有follow到前面比赛的观众朋友，应该有注意到，刚刚还有上场登板投球。今天场中计了3.2局，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子。对，那现在也是继续来为我们大家担任转播的工作。那当然，现在还是要特别讲下我们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那今天是第2天的赛程哦，那也是历经了昨天的一开始的预赛，加上上午有进行 A、B 两组最后预赛的最后的一场比赛。那现在也是马上就要来进行到最后的季军赛跟冠军赛的部分哦。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热，我刚稍早想说，为了转播来看一下 App 的APP 的体感温度，对，结果体感温度显示34度，我想说好像有点怪怪的。我们在现场的大家都可以感觉出来，应该体感温度应该远远高过。应该37、38都有可能。对，因为确实也是正中午哦，而且但也必须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啦，也幸好至少是天气晴朗的状况之下，能够让比赛来顺利进行。因为毕竟以台湾这几天以前几周的状况来说，会比较怕有稍微雨势，甚至是先前有台风、有外围环流的气候的影响哦。原本是相信大家也是会担心整个天气状况不太 OK 啦。对，很感谢天公作美。对，但可能对球员跟不管是主审、裁判还是工作人员来说，可能做得有点太美了。天气是非常非常的晴朗，那尤其现在时间又接近正中午时分哦，相信对大家来说，尤其不管对哪边的球员来讲，对于体力真的也会是很大的消耗的一个关键。那尤其刚刚也才讲了，志强哥刚刚投了3.2局哦，还是来讲一下，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觉得，自己身为洛乙的成员，那刚刚整个比赛参加到，可能目前当然过去也有参加过出口杯，目前整个比赛对于来参加比赛的感受，觉得怎么样呢？感受因为我觉得。出口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杯赛，然后它是一个平台，集结了多元的类型的球队。是。那可能我们大部分的球员们打球也都有其他打球经验，但在这边的打球经验遇到的对手们或者是大家的关注度都是非常的备受瞩目，然后对手的交流也是平常不太容易遇得到的，就是会让大家更珍惜这个难得的片刻。例如刚预赛最后一场就是陆空女棒嘛，对战神黑队，那大部分的大家可能就在这种场合，可能1年真的就只有这一次的交手机会。是，那讲到战神黑队，来看一下先攻的战神黑队的先发打序哦，第一棒卢明仪，再来第2棒是前场比赛有敲出全垒打的杨孙兴。继续下来，陈志伦、许修贤、许耀俊、吴建伟、朱广林、张凯翔以及郭成祥。
刚刚的全垒打真的是又高又远啊！对，再看到先手的身障棒鞋战神蓝队，先发投手谢世彦搭配捕手詹明宏以及一垒手蔡衍生，二垒手张敦礼，三垒手黄德元，游击手陈登宏，外手从左至右分别是何孟勋、黄忠信，以及最后正手右外野的吴克谦。所以战神黑队是2连战。对。但真的是上一场比赛，这个那发全垒打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哦。那时候我就在三垒侧那边的观众席看，然后就看往左外野的，是就整个挺震撼的。对，那现在画面上来看到是战神蓝队背号13号，也是这场比赛的先发投手谢世彦。谢世彦好像也是他们的主力先发王牌之一。是。那当然，可能过去我们球评应该在先前几年的出口杯也是有跟他们交手过蛮多次哦。对，老对手、老朋友了。是。对，就是因为今年是洛以战斗机艇长队第3年参加，是对，所以很多都是熟面孔，大家彼此之间也都会互相打气跟鼓励。是好，那现在比赛即将开始，一局上半，战神黑队这里率先上场打击的是背号7号的卢明仪。比赛开始，哇，这边投出好球没有捡，对，主审没有捡，感觉其实位置投的还不错。对啊，我正准备想说看他举好球的手势，结果发现没有手势。是，那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战神蓝的先发投手谢世彦身材相当高大哦，188公分哦。打出去了，这是一个飞球。对，最后是由中卫手顺利成功接杀，1人出局。而且因为阳光蛮强烈的，我发现这几天的比赛戴墨镜的选手蛮多的。是，就是毕竟如果没有戴墨镜的话，飞球或者是内野冲天炮都蛮容易被吃掉的。是，那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战神黑队背号63号杨孙兴。哇，就是前场比赛有敲出一发2分打点全垒打的选手哦。而且除了那个全垒打之外，几次打击的那个 power 都非常的强劲哦，让人印象相当深刻。真的就是会让投手很有压力跟压迫感。是。当然我们出口杯现在迈入第11届哦，其实也听得到场边有相当多的应援加油团哦。对啊，就是现在有那个会喊口号，帮打者喊跟职棒差不多等级的气势，是就是会让打者觉得蛮窝心的，是，因为毕竟也是难得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哇，这边硬是捞起来，哇哦！又是形成一支安打喽！哇，前一场比赛才帮那个战神黑争取的点，现在又当第一个上垒的打者。对，战神黑这里也是敲出本场比赛第1支安打，背号63号的杨孙兴。哇，这几场看下来，不管打击的技巧跟打击全身的力量哦，都是非常的不错。这里做了个牵制。牵制的。虽然说出口杯的规则是不能盗垒，但是还是可以离垒，所以有时候会有牵制的暗号或者是牵制的战术。是。外角好球。哇，这球主审捡了起来，好球。打击的是背号27号的陈志伦。偏高的球被打成界外球。对，感觉是个打者原本有锁定想要攻击的位置哦，但可能挥棒的时机稍微拉得早了一些，是个界外球。
这场战神的黑蓝对决哦，两边应该球员对彼此也都蛮熟悉的。哦，这是偏低捞起来，结果打穿了，沾油防线。是战神黑队在一出局之后连续2支安打，攻占得点圈了。而且因为战神蓝对战神黑就是俗称的战神内战。是。其实刚战神黑也是一度落后给悟空女子棒球队，对，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克服了落后的情况，然后逆转才进到这个季军战的舞台。是。继续打击，轮到背号00号的许修贤，第4棒了。他们的中间棒数都非常的高大跟强壮。是。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可能会颠覆社会大众对升降球队的印象，就是可能觉得升降爱有可能比较弱不禁风的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参加了出口杯之后，发现战神队很多都是真的超大只的，对，这个身材非常的魁梧哦。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打击区上或者是在场上守备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很佩服跟印象深刻。对。我想这也就是像猪口杯这种身心障碍跟多元族群棒球赛所要强调的精神啊，就是也是想要打破大家一般社会大众对于这些少数族群当中的一些刻板印象，也要证明其实大家可能他有各自的一些困难之处，但都还是有办法克服，而且持续投注在棒球这项运动上面。没错，有可能会有一些盲点或者是那个刻板印象，就可以借由这些机会被打破的。好，现在看到这球打向中间方向，哇，非常深远，中外野欧巴的长打，哇，回传回来，是一个2垒安打，是这边帮助战神黑队率先抢下分数，他们在一人出局之后，连续敲出了3支安打，在这场比赛先持得点。再来看这一球啊，非常的强劲。打到中外野手跟左外野手中间的空档，是背号0号的许修贤哦，刚刚这棒相当的强劲。再来打击，轮到徐耀俊，是单手挥击的球员，这球切到打高了，来看有什么机会，哇！结果在左外野手面前提前落地，这下又要掉分了。回传，而且还持续积极的抢垒。从2垒的跑者回来得分，这是一个2分打点安打。对，哇！战神黑队在一局上半连续4支安打，因为他们延续了前一场比赛的气势，就完全的在一局上就先发制人。是，所以他们的手感还维持得住，而且非常的有延续下来。那继续打击，轮到背号17号的吴建维，在前一场团队对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的比赛也有后援登板来投球哦。哇哦，真的是对体育来说非常佩服，连2战的。一好一坏球。因为我觉得他这位投手好球率蛮高，所以如果刚好进入到打者的锁定范围内，就会被锁定到。是。哇，这球又打中了右半边方向落地，看来又会是一支长打哦。一路滚到右外野墙边，但是因为出口杯的规则是最多就是2垒安打。对。那所以刚刚1垒的跑者就停在3垒。是。当然，由于是身心障碍这些多元族群的棒球赛，其实出口杯也是有制定了所谓的友善规则哦。没错。
除了这个在场内最多就是2垒安打之外，其实前面又有提到一些像是投手爆头之后，只要捕手有碰到球，垒上就不能进垒。没错，因为有些捕手比较不方便快速的移动，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让大家都可以平等去竞技的一个前提。对，那也包括像现在看到打击的朱广林，他是会有代跑的选手帮他代跑的这个选项哦。对，就是移动方面需要那个一些调整。是，但是他的打击也非常的不错。对，这球落地之后来看有没有机会抓呢？哎呀，回传本垒来不及。对。因为刚刚是2垒的人，所以必须要 take 的动作，比较不去强迫封杀状态。是。所以刚刚是一个游击小飞球。对。好，再看一下这个重播，确实切到之后，在游击手面前落地，再多顿了一下再来传啊。对，确实并没有办法 take 到哦。我觉得出口杯的软球就是跟一般大家打的习惯的棒球也是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弹跳球或者是飞球的飞行距离的预测，都要慢慢的习惯。是。另外，刚刚这个战神篮的投手谢世彦，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他有向主审示意哦，要比挑战但抱歉，我们这个并没有这个规则哦。对，我们没有重播挑战的这个服务，对，没有这个制度啊。那继续打击轮到张凯翔，这边也是全场比赛的球评陈信怡教练有提到哇，这个凯翔能够打击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哦。然后就偏低捞起来。我觉得目前战神黑队做得很好的一点，因为他们几乎挥棒的时候都碰得到球，就很少挥空。是。那这种比赛只要可以把球打进场内，就会有无限的希望。是。我刚刚现场也是有些风势哦，其实可以看到，尤其在打击区后方这个红土被吹起来的情况哦。但是终于有一点风了，比较可能在场上的球员也会稍微凉爽一点点。是。就是毕竟有风跟完全闷热比起来的舒适程度还有一点差别。是。2好2坏了。哇，这边好球进垒，是谢世彦是标出了一记3振，2人出局。蛮关键的一个出局数，不仅是他的第1次3振，也是第2个出局数。继续打，只要轮到背号45号的郭成祥。外角球没有捡，捕手有动作，是跑者离垒离太远了吗？这是第9棒。所以现在战神黑队在一开赛已经打了整整1轮哦，第9棒都上场打击了。真的是签字吗？是，确实，刚刚投手谢世彦是战神队。这样看来是投手犯规，对，可能要再确认下他刚刚做牵制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因为3垒手应该要在垒包上才可以做牵制的动作吗？对，这边是有被抓一个违规的情况不过刚刚同一时间，其实打者已经将球给击出哦。所以就刚被上垒了。对，刚应该是内野右边方向的一个强劲的滚地球哦。最后没有办法顺利的做到手背的处理，最后也是成功上垒。那刚刚后来原本在3垒上的跑者也回来得分。
然后战胜黑队现在已经取得6-0的领先。哦，一个锤马，一个牵制一垒成功，成功了。哦，是这边是抓到了，也是靠着这个牵制，战神蓝队终于抓到这个半局的第3个出局数。不过战神黑队在1局上半就连敲了6支安打，攻下6分，现在取得6-0的领先。原来6分。欢迎回来，继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整个多元组的季军赛。先来看到一局下半要进攻的身障棒协战神蓝队，第1棒陈登宏，再来第2棒张敦礼，第3棒黄忠信，第4棒黄德元，第5棒谢世燕，第6棒詹明宏。继续下来是吴克谦、何梦勋以及蔡衍生。至于守备的身障棒协战神黑队的先发守备位置，投手是连续2场都先发出赛的朱广林，搭配的捕手是杨孙兴，一垒手许修贤，二垒手张凯翔，三手卢明仪，游击手吴建维，三位外手从左至右分别是徐耀俊、陈志伦以及郭成祥。背号42号战神黑队的先发投手朱广林，等于是连续2场比赛都先发登板哦。虽然说上一场对战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在中间是有换下场，但他那时候也是还持续来镇守3垒哦，因为非常的展昭，所以因为出口杯赛程蛮密集的，需要在2天，应该说1天半要打2场比赛，所以各队的投手战力就还蛮需要有足够的投手可以吃完这些局数。是，那就要来看战神黑队的先发投手朱广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来好好的完成他的投球任务？不过我觉得很棒的是，战神黑在1局上就已经有6分的火力支援。对，他等于现在已经得到队友们充分的火力支援，现在有6分的本钱可以给他好好花。没错，当然以战神黑的角度是希望1分都不要花到了。没错，就是能都稳稳的守下来。是，好，一局下半，战神蓝队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第1棒6号的陈登宏。第一球一样是一个坏球，跟1局上战神蓝的投手第一球都是坏球一样。是。哦，差一点触身。对，内侧比较近身的位置，但打者陈登宏是及时闪开哦。外角偏低，但打者还是持续积极的做进攻，但是挥棒落空。球速来到1毫2快。还是稍微偏内角，但可以看得出来，战神黑的先发投手朱广林，感觉以目前来看，几个球都稍微偏低哦。就是跟好球带有一些落差。哦，
这边稍微修正一下，但并没有投进好球袋内。然后又先保送了第一棒打者。对，也让战神蓝在一局下半的进攻低位打者就率先上垒哦，对他们来说会是个好的开始。没错，朱广林现在要面对他的体力条，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一个情况下去努力的把球丢进去。是。哦。这局战神蓝第二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98号的张敦礼，那这边是可以看到他是有选手替他代跑的。没错。好球进垒，然后捕手牵制。哇，这边战神黑的守备也是很积极哦。背号63号的捕手杨孙兴，从刚的传球也看得出来，他确实整个手臂的力量是相当的强劲。没错，这个第二颗好球，他刚接捕之后马上动作就起身传一垒，代表他除了配球以外，都有在注意跑者的离垒距离。是，两好一坏。哦，哇，相当精准，连续塞了3颗好球进来。朱广林在现在标出一记3振，也是这场比赛他个人的第1 KO， 一人出局。朱广林真的回稳的速度很快，我觉得打棒球比赛都是偶尔会到一些乱流，那如何在乱流之中尽快找回稳定性，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是。第3棒。站上来这里，现在要打击的是背号44号的黄忠信。哦，一个飞球就打高了右边方向来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结果提前落地，而且第一时间并没有办法确实的来做转传的动作，所以是让战神蓝现在成功攻占1、2垒。这一个内外野之间的德州安打，也有可能是阳光影响，所以无法精准掌握到落点，在1垒手、2垒手跟右外手中间。对，以位置来说，感觉可能刚让2垒手处理会稍微比较近一点，但他第一时间刚刚张凯翔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掌握到球的落点。没错。接下来轮到第4棒的战神蓝中间棒次，对，是背号19号的黄德元，一人出局，1、2垒有跑者的机会。哦，2垒游击手进到垒包刚，可能准备牵制。是。这球打击出去，来看下落点，游击上方的飞球啊，这边游击手顺利掌握下来。哦，第2个出局数出现了，对，2人出局。刚战神黑的游击手吴建伟顺利的接杀。朱广林现在回稳之后，对于战神黑就手背上面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已经2出局了。是，继续打球员到谢世彦，也是战神蓝的先发投手。现在看看有没有办法自己的分数自己打。哇，这边又再做一个牵制，又是一个真的非常积极而在牵制看管垒上跑者。是，就已经是他这一局的第2次牵制了。而且杨尊兴刚刚这个从本垒直接往2垒传哦，其实传的蛮准的。对啊，非常大胆，传球力道非常的快哦，很大胆又很精准。哦，又是个界外球，朱广林马上抢到了2好球。
如果可以自己分数自己打的话，就是出口杯的一个佳话。是。战神南背号13号的谢世彦，有得点圈的打点机会。哦，这个坏球很自然的放掉了。对，不过刚刚朱广林感觉对这颗是蛮有信心的哦，投完感觉是有想要走下场的感觉。哦，没错，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形。2好1坏。哦，还是偏低捞起来，不过已经擦棒线是个界外球。这一球如果没有挥的话，应该会被判好球，所以打者非常的努力要破坏掉它。是。而谢旭燕也是打击不错，他可以被排到第5棒的位置。是。所以这个打击对战神南是有期望值的。哦，外角这球捕手有拦到，所以得当跑者不能推进。对，就像我们在先前的比赛又提到，这个出口杯所谓的友善规则，即便投手发生爆头或是球落到后面的情况下，但只要手背放到捕手，不管是你的手套或是护具，只要你的身体任何的一个地方有碰触到球，那垒上是跑者是不能够进垒的。没错。哦，然后2坏，结果这球挥棒落空。朱广英在这时候标出了一个3振来化解一垒有跑者的失分危机。那第一局打完也帮助战神黑保有6-0的领先。没有20分呐，20开始打的呢。哦，半小时，慢慢打，打到2小时，最多2小时。开始了。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这第11届赛事的季军赛的比赛现场。第2局上，岳旭燕续投。这里战神黑打击要重新轮回到第1棒背号7号的卢明仪。战神黑真的是攻势非常的激烈，第1局上就打了1轮，那第2局是去积极攻击。这球打进场内来看3垒方向，弹跳之后传向1垒，哇！但最后是判 safe。
时间上这样会形成一支内野安打哦。对，非常的积极在挥棒，刚前2球都出棒，然后打成3垒，顺利的上垒。再看一下，因为确实是软式棒球的关系啊，其实有时候这个弹跳会是比较慢的。没错，而且有时候不止弹跳比较慢，可能会多弹了1-2下，那就是一个垒包的差别了。哦，对，但现在来看到卢明上垒之后，是有请团队，不知道他的可能右脚小腿刚刚可能抽筋或者是对，或是有可能蹬到的情况哦。要检查跟稍微在旁边评估一下能不能跑垒，然后留在场上，看起来没什么大碍。是，当然以这个比赛，我觉得第一前提也是希望每位球员都可以顺利的健康完赛，这是最重要的哦。对，就只要平安健康，然后不要中暑，不要抽筋。对，这个周末赛事比完，真的后续大家可能都还是有各自的工作、有各自的生活要去努力啊。没错，这个在享受这个棒球运动的同时，还是要小心注意自身的健康哦。对啊，所以我觉得杯赛有防护员在旁边待命，就是让大家更没有后顾之忧。是，因为我在2022的出口杯，我也是有在投手丘上投到抽筋，然后就被队友背下场。是，对，真的是要小心。哦，马上量好球。对，现在就是要面对战神黑队的强棒杨孙兴哦，是立刻取得球数上的领先。刚刚那一颗其实蛮危险的，但杨孙兴是放掉。哦，反而偏高的球出棒了。对，在内野上方3垒手就定位置，成功将球接进手套。哇，3垒手连续2球都守备机会，这次抓到了。黄德元刚刚是顺利的接杀，也抓到这个半局的第1个出局数。谢希恩的控球真的蛮不错，都是在好球带边缘，可以让那个战神黑很积极出棒。对，就是现在背号27号陈志伦，哇，刚刚那球挥得很猛哦，他想要来个大支的。没错，很企图心非常的有积极，很强烈，但是选球都还是。就是选球的基本功有到的话，就是自己设定的球就全力出击。球出来到1好1坏，1好2坏了。对，这边稍微偏低，外角偏低的情况。对于战神蓝队来说，他们的优势是有休息。跟战神黑比起来，毕竟他们昨天就把预赛的比赛都打完了。是。不过这个有好有坏，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比赛结束就要接下一场比较有手感，然后但是休息天数也是蛮重要的。是。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现在球数来到1好3坏，陈志伦的打击。哦，那么就是第4颗坏球保送上垒。对，这个比较内角近身位置哦，打者是选掉。那现在也让战神黑在2局上半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现在有跑者来到得点圈了，攻占1、2垒。而且接下来中心棒次也是不好惹的。对，在一开赛啊，他们就是连续的4支安打哦，好像是现在上场打击背号0号的许修贤也是有敲出安打。许修贤的打击1、2垒有跑者。哦，最近开始有点偏差比较大一点点。是，这球也是比较近身啊，但打者是向后闪开。
通常这种就追求会很关键，很关键就是如果是好球的话，就会变成一好两坏。那坏球的话，因为一好两坏跟零好三坏的差别，我个人觉得蛮巨大的。是，对，不管对投手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打球的感觉到的压力。对，但刚刚那颗还是外角偏低哦。现在球数上是打者绝对的领先。哦，挥棒了。对，选择积极做进攻。感觉不太想被保送，所以就在零好三坏的时候，即便是坏球，还是做一个挥棒的动作。对。那让球出来到1好3坏，哇！还是外角伸长手背去打，结果打穿了。哇！哦，现在那个外手漏球了，外野手背又出现了一些瑕疵，所以也让原本的上垒的卢明义是一口气冲回本垒。战神黑队在2局上半又抢下分数，现在已经来到7比0的领先。哇，这外野手没有挡住，蛮可惜的。是。其实刚那球如果不挥，可能会保送上垒。对，但从前面一个挥棒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战神黑队的许秀贤他不想要保送哦。没错，刚刚也是硬是把手给伸长去追打一个坏球，但反而是反方向的攻击形成了安打。那你可以看出他们的打击技巧真的蛮成熟了。是。这打击轮到徐耀俊。是相当不容易哦，相信大家看画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基本上就是做单手挥棒，但在不管是前一轮跟前面的比赛又敲出安打，哇，一个触身球，这时候是遭到了触身球，要形成保送上垒。哇，现在战神蓝的先发投手背号13号的谢世彦又遇上乱流哦。这是一个满垒危机。2局上半1人出局，战神黑又是满垒的大好得分机会。要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7号的吴建维。哇，现在这样满垒第一球很重要哦。哦，如果内角球，哎，一个牵制吗？哎，哇，这个场上的状况，其实刚刚3垒上的跑者是直接往本垒走了。这是不知道是到本垒还是离垒离太远。这边有要来看一下主审这边的判决哦。刚刚的得分有点突然，我们也还在厘清的场上状况。裁判要开会吗？是，现在主审是要召集1垒审跟3垒审，稍微要来厘清刚刚发生的情况哦。但目前计分板上这个分数是还没记上去，来透过这个角度来稍微看一下。哦，看起来是跑者离垒离过远，然后捕手要牵制3垒，然后就趁乱跑回来了。对，但现在就要看，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可能当下这个状态，他是不是必须要先回到3垒上？而且因为出口碑不能盗垒，所以如果这个是盗垒的判断的话，就不能得分。是。可能是要判断有没有盗垒意图之类的嘛。但如果是以一般的棒球规则来讲，刚刚那样子的情况会是算成盗垒哦。那就是再以出口碑的规则来判定的话，这边可能要来看主审要怎么来去做这次的判决跟解释。哦，
真的是应该是不至于要进行到小房间来看重播吧？应该是并没有这个制度哦。但这边还是可能是要再稍微跟不管是其他裁判或者是现场的技术委员来讨论一下这个判例。因为确实在离垒过远的情况之下，战神男这边是想要做出牵制，结果在垒间的跑者最后发现这个球传出去之后，是直接往本垒来做强垒哦。可是这样不就是盗垒意图跟盗垒场次了吗？对，所以那依照出口杯的规则，如果是用这样子来判定的话，因为去年我有当洛以我们球队的比赛的球评，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球队的跑者就是要到本垒，然后就出局了。对，所以是判定出局哦。这个也是用刚我们讨论到的不能盗垒这个大前提去做判断。对，然后到本垒有盗垒意图的就去出局做裁定。主要就是我们这次出口杯的多元族群的友善负责，在第5项的第4条哦，跑者可以离垒，但不得盗垒，但同时守备方是可以牵制的。所以刚刚在以这样守备方牵制，然后他持续往下个垒包来做进攻的话，就当下应该照这样子判出局，他当下应该是判定他是做这个行为是构成盗垒了。没错，这样比较是符合逻辑的。那现在也让2局上半，现在战神黑队的进攻形成了2出局。这是一个很界内对，就刚好落在一垒的垒包附近，一垒手接起来之后自踩垒包，一个边线滚地球，是3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战神黑队的进攻。战神男多掉了1分。分数改一下，是6跟1，不是7跟0，是第1局6分，第2局1分，改一下。好，欢迎回来！这场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多元组的季军战由战神黑跟战神蓝的战神内战哦。
刚刚比赛2局上半，战神黑进攻的时候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少见的状况，在蛮累的时候，因为对手牵制，然后发生了一个盗垒的行为，那是直接判定出局。不过战神黑在2局上还是再多添加1分，现在来到7比0的领先。哇，这边来看到守备的机会，朱广林相当奋勇的扑倒在地，但是来不及了。对他来说会是个比较有难度的守备机会啦。没错，在移动上面比较吃力。是，而且滚地球滚得也比较慢，所以它反应时间需要更大的弹性。那有挡到球，但是来不及传出去。变成是让战神蓝这个半局低位上场的86号的詹明宏敲出，便形成安打上垒哦。现在轮到第7棒，对，背号76号的吴克谦。朱广林又牵制了，他今天真的非常积极的牵，一局下是捕手很积极牵制，现在换投手也开始做牵制了。可以看得出来，战神黑在守备的时候是非常注意垒上跑者的动作。偏低捞起来，结果打穿了，打穿3又方向哇！而且这边外野手一开始的站位稍微位置偏差多了一些，一路滚到了左外野墙边，是一支规则2垒安打。对，如果没有这个规则的话，可能会变场内全垒打。是，但依照我们这次出口杯的友善规则哦，在场内的状况最多就是2垒安打。没错，但是已经有2个跑者了。对，刚刚战神背号31号的左外野手许耀俊哦，一开始的站位是稍微更偏向的左边的边线的位置，所以刚刚那颗穿越安打来到外野之后，第一时间是没能挡下的，也让战神蓝在2局下半的进攻形成没有人出局2、3垒跑者的机会。继续打击，轮到背号第55号的何梦勋。战神蓝1局下也有攻势，可是留下了残垒。那2局下马上又发动攻势。对，现在就来看战神黑的先发投手朱广林，又是几乎一样的10分危机，没有办法像前一个半局投球一样来顺利化解。这球好像，朱广林在出手的时候有点重心不稳，然后非常的勉强把球推出去。对，会不会是刚刚投球的时候很明显这个节奏不太对哦，整个动作后续下半身是完全动作开掉了。会不会跟他前面那一球守备的时候有稍微倒下有关系呢？对，这可能队上或者是教练团是防护团队要稍微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哦。真的，尤其连续打2场，真的对黑队来说是一个考验。不过我相信战神黑队应该也有牛棚投手可以备用跟可以做准备的。是，球数来到2好2坏。有一个缠斗，一个界外球。对，刚刚那颗不挥的话，其实是感觉是有机会被判为好球的空间哦。有过半吗？内角低这边要来看一下三垒审。看起来是没有过半，所以三垒审裁定是现在变满球数。透过侧面的角度来看，哇，确实及时刹住了，收的相当的漂亮，球数来到2好3坏。偏高坏球，战神蓝攻占满垒了。对，而且是没有人出局。
现在战神黑的先发投手朱广林，2局下半面临了没有人出局满垒的危机。战神蓝这里打击轮到背号40号的蔡衍生。马上回稳一颗好球。对，这一位也是有带跑规则的蔡衍生。偏低捞起来，但是形成右半边方向的界外球。我觉得朱广林投手蛮优秀的，就是他面临一些乱流，但是还是可以马上抢好球数，不会崩盘。是。这个稍微高了一些哦，而且对以打者的视角来说，可能会有种球要往近身过来的感觉哦。刚刚看到打者蔡衍生是一连后退了几步。没错。球数来到2好1坏，还是蛮累的机会。战神蓝的得分良机，连续2颗坏球，是有点偏了。打进场内中间方向，哇，这个手背来对朱广元来说要处理是比较困难一些。对，这也是虽然一个投手前弹跳球，但是真的对朱广林来说也非常绝对。对，这边也让战神蓝靠着这个内野安打，现在这场比赛也抢下分数了，追回1分，得分破蛋了。但朱广林其实投的不差，因为他没有让队友打很好。也是有点运气了，是。然后轮到第1棒了，是打击重新运动到战神蓝的第2轮的第1棒陈登宏。哇，这球挥得很猛烈哦！哇，想要来个长打的意图非常的明显呐。然后68号的陈登宏，他们的攻击欲望非常的强烈。又牵制了，再做一个牵制。战神黑的捕手杨孙兴，真的是非常频繁的牵制，时常都注意垒上跑者的动向哇，这个擦棒球。他的挥棒动作有没有看得出来？又毫无保留，非常全力挥击的风格。哇，偏高打出去，外野方向，结果左外野是落在界内，这是一支安打。哇，这是1分打点还是2分打点呢？他落地之后又打到界外了，所以刚刚这一球其实是判定为界外球。球数还是2好1坏哦，还是蛮累。内角偏低，这边再选掉。刚刚球稍比较可惜了，其实一开始的落点还不错。对啊，就是看能不能是危机还是转机呢？又打进场内了。对，再捞起来，结果哇，球又是成功落地。哇，但那个来得及封杀本垒。对，因为这个内野小飞球哦，在一开始的垒上跑者可能也是先进行回垒哦。没错，
因为如果没有保守一点，先停在垒包上，如果被接杀之后，就是直接双杀守备了。对，所以战神黑也暂时先挡下这一分。裁判都开始讨论东西了，讨论完了吗？看起来应该第2分。是，或许是刚刚上垒的时候，在垒上跑者有重叠的情况发生吗？出现第2分了，但是现在好像还是在讨论跟确认一些规则上的情况。对，因为刚刚打击，原本战神的第一棒陈江宏，现在原本上到1垒哦，但后来感觉是判他出局是算在他身上。是那个这个有高飞避死球的规则吗？对，但当下要看当时的主审有没有先做出这个判决，而且以高飞必死的情况下，那这个分数是可以算回来的。对。不过现在这边战神男是先启用代打，然后第2分就没了，所以现在又回到7-1，然后垒刚刚现在是2-3垒了。朱广林好球，代打的是李瑞恩，现在战神男打击的是背号50号的李瑞恩。一好一坏。偏低的坏球是。又是一个外角坏球。这边朱广林是连续的坏球哦，现在让打者背号50号的李瑞恩现在球数上取得领先。好，这时候来一个好球。我觉得对于投手来说，有时候打者是一个突然比较不太一样的，就会在投球上面会有一些乱流。哇，这边没有稍跑球带，微可能主审判定是稍微偏低的位置哦。最后是个4坏球保送，战神蓝的李瑞恩选到了4坏球的保送。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他是坐着轮椅上场的选手啊。所以电动轮椅这个是在出口碑上才能够看到的珍贵形象。对，本身是属于有受到脑性麻痹来影响的选手。但是就算有脑麻的情况，在出口碑一样可以有上场挥棒跟选球的这个权利。是。而且他选到了保送。满垒2出局，第一颗先抢到了好球数。现在形成2出局满垒的局面。来看战神黑的先发投手朱广林，有没有办法顺利来化解这个失分危机？最后打进场内，来看想没有办法穿过去，结果穿过去了。第3，1分，目前看起来是1分回来。是个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然后令原本的2垒跑者停在了3垒。背号44号的黄忠信在满垒的情况下成功敲出安打，也帮助战神蓝打下这场比赛的第2分。现在是5分落后，然后还是满垒的状态。战神蓝还
蛮有潜力继续追分的。对，有现在打击轮到背号19号第4棒黄德元哦。中心棒其实就有很有想象空间跟追分的可能性。第一球是个坏球，哦，连续2颗坏球。刚刚那一球有点靠近好球带，但是可能主审没有很喜欢。对，其实控的也不差，刚刚那颗的位置，哇，这边看到要准备牵制的那个的感觉。哦，那个差近身球。对，稍微内角了一些，哇，那现在朱广林变成没有再投坏球的空间了，尤其现在是蛮累的状况，现在球数上是打者绝对的领先优势，没有好球，3颗坏球。哇，积极进攻，哇，三垒一球完成了第3个出局数，是，结果刚好找手套哦。然后2局下半战神的进攻到此为止，但在这个半局他们还是攻下2分，现在比出7-2，是战神黑5分的领先。50下42上，76下3上，对，然后55和56，高飞好可以，谢谢。好，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多元组的季军赛啊。今年赛事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出口杯在场边也是有应援加油团队哦。更新护专的加油团是。那现在比赛到3局上半，战神黑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先发投手朱广林。在前个半局投的稍微比较辛苦一些，但还是尽量将伤害降到最低哦。最后只掉了2分，5分的领先。然后谢志燕也是继续续投他的第3局。不过现在谢世燕开局面对朱广林。2位先发投手的对决，谢世燕球数上现在是处于落后，有好球2个坏球。
哦，一个好球，就扫进来二垒方向，哇！但弹了一下，没有能够确实的接住哦。而且二垒手是才刚被换上去对，的，背号42号的许明仁，这下只是变成战胜黑这个半局一位打者又能够上垒。他有掌握住，但是弹跳可能弹跳没算好。是。打击继续轮到背号46号的张凯翔。哇，内侧稍微偏低了一些。谢希恩这一局的控球也是都坏球守在前面，会比较会比较辛苦一点。哦，这球是成功让张凯翔挥空。一好一坏，哇，这稍微内角近身了一些。3局上半没有人出局，一垒有跑者。哦，又是再度挥棒落空。对，看得出来，张凯翔也是很积极的想要做进攻哦。但这边都被谢师宴的球路给吊到。哦，他碰到球了，是界外球。球硬是破坏掉，擦棒界外。2好2坏，一垒上有跑者。稍微外侧这一张还想挥棒落空，是遭到了3振。谢希恩这一局的第一个出局数，然后刚好是轮到后段棒次，所以对于战权蓝的谢希恩来说需要相对稳稳抓下来，否则就会陷入一些麻烦。对，现在一人出局，打击轮到背号45号的郭成祥。哇，这球投得很漂亮哦！哇哦，内角刚好压在了好球带的边缘上面，也得到了主审的青睐，是个好球。这球很刁钻啊。又是很刁钻的第2颗好球。是。球数上，现在投手谢师宴取得2好1坏的领先优势。哦，打到球，游击飞球，游击方向的飞球是成功接近手套，2人出局。啊，战权蓝的应该是许定杰的接杀吗？是。哇哦，这球蛮关键的。刚刚成功接杀是背号56号的蔡定杰哦。刚刚的手背站位其实也蛮精准的，不然的话有可能刚好在后面落地。是。继续战神黑的进攻，打击又轮回到了第1棒背号7号的卢明仪。哇！最后这球是砸在了身上，又是形成一个触身球。我觉得有时候有可能是软球上面有一些土之类的，然后出手的时候就会滑掉。因为像我昨天对战神蓝也有登板，也有丢3颗触身球，我也对他们蛮不好意思的。
对，当然这绝对都不是故意的啦，但有时候，尤其以投球来说，会有一些稍微比较不可控的情况发生哦。对啊，就是投球真的不容易啊。但是这些马上就回稳，用好球来开启这一棒的对决。对，要面对的打者是今天在新城比赛有敲出全垒打的杨孙兴哦。刚刚那球是挥得很猛哦，但是挥空。每一棒都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球稍微晋升了一些，现在球数来到1好1坏。两人出局，1垒有跑者。一个外角坏球。球数来到1好2坏。哇，偏高悬的出棒，来看一下球的落点，左尾啊，最后没有办法接到，这下球落到后面要变成一支长打了，是一个2垒安打。杨孙兴在得点球跑者的情况之下，又帮助球队建功。再来看一下这个打击，有追加的分数，这球其实也蛮可惜的，有掌握弱点差一点点，站位有机会接是，但可能第一时间也有可能是受到阳光的影响。我刚刚外野手处理的时候，第一时间感觉站位并没有到非常的确定的位置。没错。让战神黑又添加分数，现在比数来到8-2，领先6分，而且持续有分数进账的机会。打击轮到第3棒的陈志伦，现在是2、3垒有跑者，2人出局。而且我发现战神蓝的外野布阵整个非常的很极端，靠左外野。是。现在0好2坏。因为我眼角余光看现场，发现他们右外野空的，所以等于说，战神蓝非常的知道战神黑的打击应该都是往左边拉打。对，尤其这几位右打者哦。所以现在右外野空的，但是，这是他们的战术。谢师宴抢到了好球数，两人出局2、3垒有跑者，打击的是陈志伦。哇，这球偏高，硬是扛了出去，但是是界外。非常远，可惜是界外。对，也确实看得出来，战神这几位强打者哦，都是属于真的是强力拉打型的球员，真的 power 非常的充足。对，然后挥空率也不高。哇，又是2好2坏之后一个往身上 K 到的触身球。对，战胜了先发投手背号13号的谢世彦，在这个情况下又投出一个触身球保送。不过刚刚原本1垒垒包就是空着的了，所以现在保送是形成满垒。第一时间并没有再掉分数，但现在后续就要想办法来好好对付战神黑的第4棒许修贤哦。哇，现在战神蓝的外野手又后退了好几步。对，他在前次打击也是有敲出长打。出局满垒。哎呀，提前落地，捕手看起来好像没有挡到。刚刚这个提前落地的爆头，捕手是没有碰触到球的，所以按照规则，垒上的跑者是可以进垒的。那这个爆头又帮助战神黑来添加分数，现在来到9-2的领先。
哇，又是一个交尾内角，但是没有捡，所以这一局控球乱流。现在会投的稍微比较辛苦一些哦。没有好球，2个坏球。哇，占坏球了。对，不过在前一轮，许修贤是不太想被保送哦，有发生一些追打坏球的情况，但现在3局上半。有李旭领好3坏，对，2人出局领好了3坏的情况之下，可以好好来观察一下他会等还是会再积极出棒哦。哇，积极出棒了！哇，结果这球又是打向中间中右外野方向，又是非常深远的长打，这下只要1棒清垒了，2分回来，现在比数来到11-2。哇，这个打击的 power 真的相当的强哦！那一球超级深远，外野手虽然一开始又往后了，但是还是追不到。对，就像我们球评提到，其实，在许修贤上场打击的时候，战神蓝的3名外野手都有在特意往后退了，但刚刚这球还是一样哦，非常非常的深远，是没有办法有守备的机会。然后这一棒也把接续前打下场。对，战神蓝在这里是选择换头，换了16号。对，16号是16号的吴长勋要来接替投球任务。原本的先发投手背号13号的谢世彦，现在在3局上半是要先下场休息哦，等于是投了2又2/3局。2又2/3局跟我昨天投战神蓝一样，是这个长度。那其实我昨天对战神蓝的投球经验，我觉得他们也是每一棒的选球跟力量都有一定的水准，所以我自己昨天也丢的没有很完全不轻松。是，但现在以战胜的状况，必须要想办法来及时止血哦。连续3个半局都是有让对手拿下分数。不过其实这个时候才换头，有点比我想象中还要晚一点，因为毕竟战神蓝感觉昨天就他们应该是有充裕的投手在准备，是。但也有可能还在热身状态，所以刚刚就让谢旭元去赌赌看他能不能化解危机。不过现在是变成双方已经有9分差的情况之下，战神蓝才进行换头。来看背后10号的吴长勋上场之后的第一球，这边还是一样，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出口杯的友善规则。虽然说刚刚是个爆头，并且球弹到后方哦，但因为球先接触到了捕手的面罩了，只要球碰到捕手手套或是身上的任何部位有碰触球的情况之下，垒上跑者是不能进垒的。哇，这球拉打出去，来看左边方向，然后被最后是左外手成功接杀，3人出局。结束了战神黑在3局上半的攻势，但这个半局还是一口气攻下了4分，现在来到11-2 9分的领先。战神 A 46下71上。谢谢。
好，继续回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个多元竞赛组的季军赛的现场。3局下半，对，战胜黑这里是有出现守备轮替换人哦。不过先发投手还是朱广林，还是持续在场上投球。虽然说在前面2局下是投的稍微辛苦了一些，但刚刚3局上半队友打线又给他相当充足的火力支援啊！现在有整整11-2 9分的领先优势。哦，这次朱广林掌握住了。对，投手前的强袭球接到之后传往一垒没有问题，顺利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没错，因为这一球直接一个弹跳就进手套，那个朱广林并不需要移动。那所以就非常轻松有把握的抓到第一个出局。战神男现在上场打击的是背号3号的陈柏安。哦，又是一个好球进垒。第二球稍微外角了一些哦，球数来到1好1坏。哦，1好2坏。而且刚刚提到战神蓝队有守备布阵，那其实战神黑也有守备布阵，就是他们的外野会因为打者的习惯或者是打者的状态，然后前后很明显。是，以现在这个状况，面对陈柏安来讲的话，其实战神黑的外野手站的是非常非常的趋前哦。代表战神蓝跟战神黑对彼此都很熟悉。是。哦，挥棒落空。以2好3坏满球数的状况，因为如果要做守备布阵的话，基本上对对方打者的习惯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是。哦，满球数这里打到之后是打进场内，还在场内当中哦。比赛进行的情况下，哇，这边相当奋力的扑向一垒的垒包，但最后还是判了出局。这球非常有拼劲啊，他扑垒的方式。对，战神蓝背号3号的陈柏安，再来看一下这球打出去之后是留在界内哦。那战神黑的守备处理也相当及时，哇！陈柏安非常非常的拼啊，选择头部扑垒的方式扑向一垒。这球蛮接近的。对，但相当可惜，最后还是遭到了刺杀。没有办法拼出内野安打，也让3局下半战神的进攻来到了2出局，继续打击员到背号56号的蔡定杰。现在是捕手，刚刚在观察他的情况嘛？对，有点小暂停。对，刚刚看到战神黑的捕手杨孙兴上来舒缓筋骨一下，有照暂停稍微。感觉腿部有稍微拉一下哦，可能在刚刚去处理传球的时候，有一点点不适的状况。毕竟他也是连续蹲了2场比赛哦，真的是高强度。哇，差点触身球，是一个内角球被选掉。那现在在打击的蔡定杰选手，我昨天也有跟他投打对决到，是，然后我是投出了保送，然后拿下球打进场内，来看一下苏明掌握到之后一个弹跳，一个慢抖很顺畅的抓到出局数，对，3人出局结束了3局下半战神蓝的进攻。现在3局打完，战神黑还是11-2，保持9分的领先优势。
继续回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季军赛的比赛现场，由战神蓝跟战神黑的战神内战。现在比赛要进行到第4局上半哦。战神黑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7号的吴建伟。场上战胜蓝这边负责投球任务的是第2任投手，背号16号的吴长勋。而且战神蓝在大幅落后的情况下，已经把板凳的球员全部都派上场过了。是，对，所以教练们也因为毕竟出口杯就是一个它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推广跟教育意义，所以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报名到的都有上场的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教练在调度的时候会很用心的一个地方。是，对，确实这场比赛战胜蓝整个登录名单，除了先发的9位球员之外，主要是有5位的替补选手啊。那现在基本上也是全数的派上场哦，这样就是大家都有参与感。是。哇，真的是有时候坏球蛮明显的。对，另外场边应援，不知道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办法听到哦？场边是出现了过去中信兄弟的这个应援神曲哦，炸裂的加油声开始出现了哦。哇，来看这个内野高飞球，但没有办法有守备机会。那个飞球没掌握到落地了之后就来不及了。对，是让吴建伟敲出安打上垒。虽然说没有一击炸裂啊，但至少也站上垒包啊。哇，真的是正中午的阳光。确实是比较难处理一些。没错。而且我觉得软球毕竟它没有缝线，所以它在空中停留的时候，或比较又更难去抓到那个点。是，就是比较有时候会第一时间看不到球。是。那战神黑这边现在要轮到打击的是他们的先发投手朱广林，一样在旁边的是他的代跑选手。零好2坏。哇，触身球啊！对，这边朱广林是挨了一个触身球，看起来有点痛。对，现在感觉是直接砸在了身体左侧的后腰附近哦。看起来是的确是比较没有肉保护的地方，腰部那个位置，虽然说是软球，但是还是有速度跟还是会需要多多小心的。是。现在打击是轮到背号71号的谢明勋，在先前也是代替守备上场哦。4局上半，战神黑又有没有人出局，一垒有跑者的得分机会。这球积极出棒，哇，打穿内野防线了。有几手没能拦住，是，现在是满垒零出局。然后刚换局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出口杯的规则，就是提前结束是4局10分。对，那也就是说，假如说战神黑可以取得第12分，那就有机会在4局下提前结束。然后说着说着，第12分好像回来了。是，可能是在刚刚回传球的时候，
应该是有直接判定。刚刚一分太突然了吧？这可能是在回传球，或者是整个主审判定有直接进垒哦。因为刚刚那球没有打出去吧？对。好，不过这球砍向地面，最后来看是不是留在界内还界外？哇，结果哇是界内哦。因为虽然说捕手想要捡起来，但最后并没有办法成功的来进行守备而已，好像做徒手抓球来传球的动作，但最后是又落了一下。我应该是第一时间觉得会界外，然后发现界内的时候真的来不及了。对，再来看一下这球，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他是从界外滚到界内，对，是从外围的，等于是一个往左旋呐，反而旋进了界内，这个蛮幸运的。是，现在是变成让战神黑来到13-2，已经取得11分的领先了。对战神来说，这个蛮运气不佳的，蛮冤枉的。毕竟他的确是先到界外去，然后就突然转进了界内，第13分。继续打击，又重新轮回到第一棒，标起到卢明仪，又打进场内，投手这边下球，但没有第一时间没能处理好。这下又形成了 O-safe 全部安全上垒的局面。今天蛮多内野球都有机会处理，但是来不及处理。是，再来看一下这球从本垒后方的角度来看哦，确实投手吴长勋是唯一有机会第一时间做处理的球员了。那现在变成4局上半，战神黑没有人出局，攻占满垒。打击轮到杨孙兴。又是一个大炮型球员。对，而且现在战神黑的领先分数已经来到双位数了，13-2，领先11分。界内积极出棒，又是找向投手。哇，这球吴长勋接到之后，选择先传一垒。但现在再抓本垒还是来得及。哇哦，是一个蛮另类的双杀哦。因为通常大家会优先传本垒，再传一垒。那不确定他的考量点是什么，但是，为什么一出局？是两出局了。所以这是一个蛮罕见的双杀的顺序。对，尤其其实投手吴长勋第一时间就掌握住球了，感觉就可以顺势先直接传本垒了。当然是选择先传一垒，但至少就结果来讲，还是达到了双杀的成果。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了，因为应该是因为捕手不方便传球。是因为捕手他传球需要换手，那所以。他如果先传一垒，然后让捕手当最后一个接球的者的话，就可以抓得到2个。是，对，确实这样子来看的话，那这个考量就是很合理哦。但是我们第一时间都会觉得，可能反应不过来。对。那他们做的这么顺，一定就是练习的时候一定有讨论过，或者是以前有。这种 case， 对，也等于是非常熟悉自己队友的守备状况，要怎么样来配合，会是对团队最加分的效果。而且在一个双杀之后，这里又标出了一个3振，结束了战神黑4局上半的攻势，但他们在4局上半又追加2分，现在领先来到双位数了，13-21分的领先。
的确，回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季军赛的现场，这场由身障棒协战胜黑跟身障棒协战胜蓝的比赛要来到4局下半。那战胜蓝这个半局必须要想办法来追加一些分数哦，因为依照这次今年出口杯的比赛制度是采7局2小时制，另外如果在比赛4局结束之后有一队领先10分以上的话，裁判是可以来裁定这个比赛是提前结束的。然后我们看到战神黑的朱广林先发投手现在有机会挑战完投胜。对，4局下半，朱广林是持续来投球哦。哇！但是这一局一开始有点不太妙，第一位打者是0好3坏。对，面对的打者是战胜蓝这场比赛的第9棒背号40号的蔡衍生，同样也是有场边有代跑选手的球员。哇，在0好3坏的情况之下，这颗硬是塞进了外角偏低的好球带。1好3坏。哦，保送了，还是外角低成功选掉战神蓝在4局下半。现在第一位打者就成功选到保送上垒。那战神蓝接下来是他们的前段棒次1、2、3。是，虽然有换一些板凳球员上去，但是第一棒还是一样是我们的先发第一棒。哦，而且是有强打能力的。界内吧？是，这球来看是界内哦。刚讲完有长打能力，这边长打就出现了。哇哦！背号68号的陈登宏在4局下半垒上有跑者情况之下，扫出了一支2垒安打。那一样依照规则，最多就是进2个垒包。球如果在场内的话，所以现在原本在 A 垒上的跑者是停留在3垒。变成4局下半，战神蓝的攻势是没有人出局，攻占2、3垒。战神蓝也是攻势蛮稳定的，一直都有人持续上垒。对，只是可惜第1局跟第3局都是有残垒。哦，哇，还是稍微偏低的一些，连续2颗坏球。朱广林现在也是体力可能也是有点下滑，需要克服。毕竟他是今天的第2场他的个人的第2场登板了。对，那正在打击区的是战胜蓝背号42号的许明仁。哦，哇，这球打出去，不过是形成界外。哦，对，拉的稍微多了一些，但刚刚那球敲出去的感觉还不错。没错。代表他是可以掌握击球点跟可以把球打到外野的 power。是。还是积极做进攻，这边游击方向，是成功 take 到原本在2垒上的跑者哦。不过3垒这一分是成功回来，许明仁这个内野滚地球。战神蓝得到他们的第3分，是帮助团队再拿下分数。这里，战胜黑的游击手背号17号的吴建伟接到之后，去选择直接去抓原本在2垒上的跑者，最后又成功 take 到。毕竟呢，时候游击手离2垒跑者很接近，他判断是有机会的。然后他也真的回垒来不及，是场上很多都是一瞬间的判断跟反应。现在4局下半，一人出局来看黄忠信这一球打高了1垒上方。哇，没有，这边主审已经裁定了。虽然说后来有漏掉，但是有漏出来，但是主审判断去完成接杀的动作。对。但也看得出来，哇，这位
0号战神黑的0号许修贤很会玩球啊，是想要来变成制造变相的，想要看能不能有一个双杀的机会啦。但当时主审已经裁定是确实接杀了。哦，对，有可能，因为后来看重播就发现他是故意放掉的。对，应该是想要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形成变相一个双杀的机会，有一个刻意漏球，因为当下确实并没有判定是个内野必死球，但是接到之后主审还是裁定是有接杀球啊，但这球要追是来不及了，又形成一支安打啊。在2出局之后，战神蓝又成功敲出安打，现在攻占1-2垒。这球也是德州安打，在2垒球后旁边落地。是。现在打击的是战神蓝的第2任投手，背号16号的吴长勋。4局下半2出局，那现在球数是2好0坏哦。哇，继续出棒！来看这边，哇，非常精彩的守备，战神黑的捕手杨孙兴插棒被捕，然后朱广林完投胜，恭喜他。这个界外飞球哦，硬是扑倒在地，一样把球给接了起来。那因为双方分差是13-3，是双位数，在4局结束领先10分的情况之下，那比赛是裁定，等于是战神黑是提前结束，来赢得了这场比赛，也恭喜他们拿到了今年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个多元组的季军哦。真的非常恭喜朱广林投手完投胜，然后战神黑的打线真的是每一个棒次都棒棒开花，今天打了11支安打。对，尤其真的还是得，但也必须说战神蓝这边也是展现了相当十足的拼战精神哦。其实也是有办法有所从战神黑的投手朱广林手中敲出一定的安打支数，全场也敲出了7支的安打。但可能在串联上面跟战神黑相比是稍微有落差了一些些，那最后比数就是13-3，战神黑是以10分之差击败了战神蓝队，在这场战神内战当中胜出，也顺利拿下了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季军赛的第3名哦，恭喜战神黑队。那这边还是一样，请我们洛邑棒球队的成员，我们志强教练稍微谈一下这场比赛。对你来说，看到2队这样子拼战，尤其顶着大热天，自己其实今天有赛程，投完球又来讲评，稍微分享一下，可能今年参加不管是对于场上的表现，或者说您今年自己参加出口杯的这个比赛下来的心得好了。我觉得今天这场季军赛对于2队投手的拼劲都让人印象深刻，然后还有不管是场上的拼劲，还有一些处理 play 的细节，例如说刚刚那个回传一垒在传本垒的双杀守备，以及战神蓝有一棒就是用头部扑垒的方式，就是都让人印象深刻。那我自己这2天的比赛经验就是真的是天气很热，因为毕竟之前都是在10月的时候办，然后今年是因为结合盲棒跟多元，所以在8月的举办。那8月的天气大家都知道一定更热更恐怖，对。那天公作美，然后真的是大晴天，所以6队的球员们大家都辛苦了，就是有顺利、健康、平安的完赛，然后有一些跟平常比较不一样的交流跟对战经验。然后今年也是有很多观众跟不管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现场都有支持，真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是，那也再次感谢这场的奖评，同时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让今年的赛事都更加的多元丰富。那等一下稍后还有这场我们今年多元组的冠军赛的戏码要为大家转播。那我是林柱，这场季军赛的转播就在此告一段落，也仅代表全体辛苦转播团队，还有手语老师及听达老师，感谢你的收看，我们等等冠军赛再见了，拜拜。谢谢，拜拜。